Making money without taking risks. Don't quit the day job. 这一篇是最近看的播客的观后感，因为播客太长了，我陆陆续续看了几天了。一个比较反常识的观点：早9晚5的上班是高风险的创业，而创业一般是零风险的。哇哦！这个部分莫尼斯·帕伯莱没有展开，他展开了后半部分，因为他自己上过班。我猜他之所以说上班高风险，是因为你会有明显的体感，规则永远都是公司制定，福利待遇也可以随时调整，普通人只能接受。打工挣工资是一种鸦片，它让你昏昏然地待在舒适区里，忘记自己的梦想。打工挣钱的本质是有人替你承担所有风险，让你获得稳定收入。当然，你付出的代价就是那些风险背后可能带来的潜在收益。总体感觉就是，人们为了规避风险，牺牲的收益太高了。风险是好的，如果你愿意承担一点风险，可能获得的回报远远高于承担的风险。这就像投资，买债券几乎没有风险，但收益最终都被通货膨胀吞掉。买股票虽然有波动，但如果买足够多的股票，持有足够长时间，股票组合的回报会远远超过债券。下面我展开讲。第一，普通人怎么摆脱上班的高风险。帕伯莱的策略是，他之前绩效都是优，然后在决定离开公司的时候，给自己设定一个明确目标，比如把创业项目做到某个阶段。他合理分配自由时间，基本割舍所有周末时光，以及40%甚至更多的工作时间，因为他追求的是普通水平，这样可以更多时间去做创业项目。我看了几个播客，大家都比较务实的建议，不要辞职创业，一定要在有工作或者资金充足时去创业。我个人也比较赞同，尤其在大厂，你实现这个目标的概率更高。这个部分我不展开，后续几个详细方向会油管更新。9个月后，你的创业项目已经做到0到1。那么我们继续采访内容。帕伯莱用了一个很笨拙但有效的方式，他给200个人写信推广自己的产品，可能只收到1封回复，这就是销售漏斗，然后继续再给200封，再循环下去。他说很多人在第1轮就不想做了。他举了维珍创始人借飞机的故事，他不停说服接话员，直到电话被转给主管，他仍然不断说服，直到成功。故事听起来很美好，但真正关键的是重复做一件事，直到成功。第二，为什么创业是零风险的？你会发现他举的例子几乎都没有投入大量资金，投入的是自己的时间、努力和经验。他还提到父亲在迪拜卖东西的故事，这里暂且忽略。但有一点很关键，哪个巨无霸公司是一开始就有风投介入的？没有，都是一个人在做事，无论是仓库还是学生宿舍。这个观点我很认同。我发现很多大厂的人对创业的定义很狭窄，甚至不切实际，以为自己有技术或商业想法，融资拿到大笔资金就能创业。实际商业运作并非如此，很多人看多了电影和大厂数据，把这些当作自己的预期收入。第三，道德标准。商业准则一般都是高道德标准。帕伯莱将身边人分为3类 ：givers、takers 和 matchers。givers 这类人乐于主动帮助他人，在人际交往中更倾向于付出，不急于求回报，关注如何为他人或集体创造价值。takers 则更关注自身利益，习惯从他人那里获取资源、帮助或认可，往往在需要时才联系他人，优先考虑个人得失。Matchers 擅长在人际关系中寻求平衡，遵循投桃报李的原则，既会给予帮助，也期待相应的回报，擅长撮合合适的人和事，促成共赢。帕伯莱的原则是远离索取者，结交互利者，自己成为给予者。他认为若想创业，成为给予者很重要，而索取者更适合打工。若不改变，很难在创业中获得长远发展。观察自己是不是在需要帮助的时候才联系别人，还是平时乐于帮助别人，或者擅长把合适的人和事撮合起来。第四，复利。举例来说，1623年，纽约美洲原住民拥有曼哈顿岛，荷兰人用23美元购买，按最简单的10年翻倍原则，年化约 7%，10年后翻倍，100年后约23552美元，1000年后约2.9乘10的31次方美元。这个例子说明，复利和投资需要2个核心因素：时间和本金。当本金不够时，可以用时间来弥补；
当时间不够时，需要本金足够大。理解这个循环，就能倒推规划，实现自由、脱离工作的目标。接下来展开实操细节。首先，干任何事都要明确目标，比如目标是脱离工作，那么一切安排都围绕这个目标进行。你是否能接受1年内在场绩效下降？明确目标后，你就不会在零和游戏里纠结顺序和奖励。如果你想脱离工作，又想轻松拿到高绩效、高奖金，这就是不现实的。目标要切合你现有能力和历史数据，暂时不要过高估计。有了目标，第二点很重要，规划。你要知道自己要做什么，多久达到什么水平。现在的工资永远不代表未来价值，你需要准备好。假设没有工资，未来1年要达到工资的百分比。如果你在大厂，未来1年能达到工资的50%就已经超出预期。如果没有这个准备，请先好好工作，公司仍然需要你。你全新的失业或创业状态永远从 P5 开始，不会直接层级平移。规划要细化到每个任务和节点，因为老板每天看规划，是因为它比任何东西都重要。在执行过程中，即便失败，也像机器人一样重复执行，找到商业漏斗，最终转化成你需要的收入。第三个很关键的是 POC， 先跑通一个小项目，不管是什么，首先开始是最重要的。项目最好贴合职业技能，别跨度太大，否则失败概率高。世界缺的是你，而不是别人。你的价值等于职业技能乘任何交叉学科。如果不知道自己的优势，可以问周围人，你对我的最大印象是什么？问10个人，你会发现自己的独特优势。回到播客主题，创业从个人投入角度来看，几乎零风险，因为投入的是自己，而不是资金。很多人说自己不想离开工作，担心社会福利等问题，我个人理解。但从社会角度看，这种存在通常不如预期。职场是一条斜坡上的雪球，工业社会早就没有共产主义保障的概念了。复利和投资思维同样适用，凡物皆可投。明确投资目标，比如5年300万，规划每年收入，纪律性执行，不论牛熊市，大道至简，无他。